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天庭饱满有福气，说的是额头高好命还是发际线高好命。天庭饱满地个方圆，很多人都会说这是一个好命的特征。那天庭饱满是说额头高还是发际线高呢？今天小编就帮你具体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额头高的情况。如果找人看相，额头肯定是关键的一点。额头面相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前凸额头、内凹额头以及发际线低额头等等。对于额头高的女性而言，如果是天庭饱满地个方圆，其额头滚圆，那就是相当不错的运势了。其他情况可能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下面就来具体看看吧。一、见多识广。额头太高太阔的女人一般都见多识广，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想法，绝对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依附他人而生存。她们接受新知识和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给自己充电学习，以防落队。同时她们也坚强果敢的做事，有毅力有魄力，一般都能在自身所处的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二、多忧多虑。对于额头前凸，也就是平时说的寿星头，比较爱生气，喜欢斤斤计较，一旦受了气或者被某人欺负了，虽然表面上没有任何表示，但一定会牢牢记在心中，一旦找到机会肯定会恶狠狠报复。在婚恋关系中会出现很多问题，经常会与伴侣发生矛盾，即便是结婚了，也有可能走上法庭，最终以离婚收场。三、聪明睿智。额头是智慧的聚集地，额头高的女性一般都特别聪明，小时候学习成绩很棒，即使不用付出太大的努力，照样也可以取得拔尖的成绩。步入社会后，为人比较圆滑，善于打点人际关系，会为了个人的发展做出很多违心的事情。她们大多数都是女强人，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都特别强，不但能把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手头也十分宽裕，绝对不会缺钱花。四、脾气大。额头高的女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礼貌很谦和，但其实她们脾气特别大，看谁都不顺眼，做人做事都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很可能会不择手段，甚至是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点点小事都可能会瞬间引爆雷点，只不过他们很会审时度势，在自我力量弱小的时候很会伪装和掩藏情绪，只有在自己强大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成为了大富大贵之人或者是领导者，才会肆无忌惮对别人发火。五、是否有福气。前文已经提到过，只有饱满圆润的高额头才是好的面相，才能拥有旺盛的运势和好的福气。但如果额头只是高并不开阔，甚至还有些微的尖锐，那就是比较糟糕的面相了。别说是有福气的人了，一生运势相当低迷，坎坷重重，甚至还会克夫。所以最好能够提前做出相应的措施，以免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六、野心大。一般来说，额头太高太阔的女性都不会甘于平庸，即便拥有了幸福安康的平稳生活，她们也绝对不会满足，而是会不断努力，试图取得更好的发展。这类女性十分要强，攀比心很重，做事目的性和规划性很强，也愿意付出努力，所以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发际线高的情况。人家都说天庭饱满的人有福气，是聪明的象征，天庭饱满的话也就预示着发际线比较高。在很多人看来，如果发际线太高的话会影响到美观，但也有人说人发际线很高的话是很有福气，是真的吗？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发际线高的人事业好。发际线高的人给人一种爽朗利索的感觉，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受人喜欢，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发际线高的人做事干脆利落，在工作中会赢得领导的青睐与器重，所以事业发展比较好。发际线低的人通常给人的感觉比较有压迫感，气场也比较弱，显得平庸无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容易被人忽视。发际线低的人做事能力有限，让人无法完全信任，所以会在工作中遇到阻碍。所以发际线高的人在事业的发展上会比发际线低的人好，自然也会比发际线低的人更有福气。
2. 发际线高的人婚姻好。发际线高的人一般性格很爽朗，气质大方随性，在人群中很耀眼，很招异性的喜欢。这样的人在感情中是比较平顺的，他们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并且这些追求者的条件一般都很不错，他们会在众多追求者中寻觅到最合适的人。婚后生活幸福如意，自在美好，所以发际线高的人婚姻是非常稳定幸福的。3. 发际线高的人财运好。发际线高的人一般很聪明，学识丰富，脑子反应很快，这样的人在生活中财运非常不错，不仅自身的赚钱能力很强，也有很强的理财能力，会让手中的钱财变得越来越丰厚。发际线高的人能说会道，会察言观色，情商很高，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在所属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这一生手中富裕，不会缺钱花，所以发际线高的人一生非常有福气，从来不会为钱的事情烦恼。4. 发际线高的人领悟能力强。发际线高的人聪明通透，机智聪慧，他们有着很强的领悟能力，尤其在学术方面，理解能力很强，无论学习什么都能很快学会，所以他们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不错，从来不会担心学习方面的问题。这样的人一般会考入比较理想的学府，能够学有所成，也会学有所用，是非常有福气的人。5. 发际线高的人子女运势好。额头是一个人福气的象征，发际线高的人一般额头就会显得很饱满，这样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尤其在子女运势方面，他们这一生会儿女双全，子女会遗传到他们的机智聪慧，长大后也会很有出息，很有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孝顺懂事的，他们能够从儿女身上收获不少的福气，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儿女会时常陪伴在他们的身边，给予细心的照顾，让他们的生活安逸美好，所以发际线高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女人招风耳的面相好不好，容易破财吗？生活中有不少人有招风耳，女人招风耳好不好呢？在我国很多传统相学中，招风耳乃破败之象，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拥有招风耳却名利双收。在现代医学中，招风耳是常见的先天性耳廓畸形，一般认为是由于胚胎期对耳轮形成不全或耳甲软骨发育形成的。想知道在面相学中招风耳的女人什么命吗？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1. 女人招风耳好不好？招风耳是指耳骨外凸，有招风耳的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坚毅，并且外向，做事积极主动，喜欢冒险和刺激感，不过也具有叛逆的个性，难以管教。有着招风耳的女人审美观比较独特，大多头脑敏捷、精明干练，工作勤快、效率高，而且她们的心智坚定，不易被诱惑。2. 招风耳的女人什么命？1. 招风耳的女人家境一般。相书有云：双耳朝前，迈进田园；双耳无伦，祖业难存。一般来说，耳朵代表童年和少年的运势，有招风耳的女人一般出生的家庭环境一般，即使出生的时候还可以，到了14岁之后也会家道中落，想要出人头地，大多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2. 招风耳的女人喜怒无常。招风耳的女人比较喜欢搞怪，很外向，但是心思非常敏感，容易喜怒无常，不是很成熟，缺乏感情的协调性。而且招风耳的女人心绪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总是听风就是雨，并且固执己见，很难被说服。招风耳的女人容易破财。招风耳的女人如果再加上下巴比较尖，那么一生中充满了很多不稳定性，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这类女人比较喜欢投机，往往因为低估了风险而导致破财，所以一生财运不是很好，容易起起伏伏。建议投资理财的时候不能盲目追求高收益，投资要稳健一点。以上就是关于女人招风耳好不好，招风耳的女人什么命的内容。女人招风耳的面相有好有坏，要学会扬长避短。讲了女人招风耳面相，那么男人招风耳面相好不好，命运又如何呢？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男人的耳朵双侧耳廓向外耸立突出，这就是招风耳。那么男人招风耳面相好不好呢？招风耳双侧性较多见，大多是先天性的，具有遗传性。
在相学中常说招风耳是破财之象，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招风耳的男人命好不好？小编接下来就给大家具体讲一下。一、男人招风耳面相好不好？招风耳的男人性格一般是比较外向，他们非常开朗和直率，心里有什么话就要说出来，不会藏在心里，是一个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的人。男人招风耳面相一般不会安于现状，做事比较激进，而且不够专注，满脑子都是一些很杂乱的想法，可能会在事业和生活上出差错。二、招风耳的男人命好不好？一、招风耳的男人通常很难继承到祖业，需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有自己的人生。二、在相学中，耳朵代表家乡，如果双耳都是招风耳，一般会去异地发展，这样反而有利于事业。三、男人的左耳代表父亲，右耳代表母亲，左招风的男人和父亲的缘分比较浅，会去异地发展，很少陪伴在身边。右耳的话则与母亲缘分比较浅。四、不过生活中有些男人虽然有招风耳，但是还是名利双收。一般来说，清瘦或长形脸或上窄下阔或上宽下尖的男人不忌招风耳，一样会有好的运势。五、有招风耳的男人面相其实只要轮廓好，轮廓不要成畸形，便多是有福之相。不过这类男人个性十足，恐怕会在性格上吃亏。以上就是关于男人招风耳面相好不好，招风耳的男人命好不好的内容。在面相中，耳朵不论富贵贫穷，只论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想要真正了解个人的运势，需要结合八字、五行、相学等各方面因素来看。身上有仙骨有何征兆？面相体相有什么不同？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仙骨，但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仙骨在尾骨上方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存在。有仙骨的人脸型会偏大，眉毛浓密，五官都格外吸引人，脸部也比较突出，身体宽大，而比例保持得非常好。有仙骨的人都是运势的宠儿，总会得到眷顾，自己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达到很多人羡慕的地步。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身上有仙骨的人面相和体相的特征。一、身上有仙骨的人眉毛浓密，财运亨通。身上有仙骨的人眉毛明显要比身边人浓密，他们性格外向，乐观开朗，每天都是充满阳光的，也善于去结交朋友。他们给人一种易于亲近的感觉，仿佛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这也给他们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们正财的收入并不算高，但偏财运势却非常好，每次都是朋友给一点信息，然后他们照着去做，很大可能赚到钱。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礼尚往来，一定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这里吃亏，所以每次也都不会亏待朋友，这也是他们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最大缘由。二、身上有仙骨的人脸部突出，健康指数高。身上有仙骨的人比较注重养生，他们对健康的投资力度非常大，也因此舍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清楚，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方便地做其他的事情。平时喜欢锻炼身体，也会注重饮食，最重要的是有着规律的作息时间，从来不会受到网络的诱惑。每天到了时间一定会休息，有非常好的习惯。他们相信劳逸结合，疲劳战术是做不成事情的，只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在疾病和意外面前，他们也总是能够成功的脱离，每次都能和意外擦肩而过。三、身上有仙骨的人身体宽大，桃花旺盛。身上有仙骨的人一直是烂桃花的代名词，他们非常受到别人的喜欢，因此有很多崇拜他们的人，每天都会有异性的追求。他们性格非常好，幽默风趣，好接触，能力也很突出，从各方面来说都像是完美恋人一样的存在。有桃花是好事，但桃花运太过旺盛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一定要好好筛选，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也选择最合适的那个，
不要在犹豫中浪费了很多机会，也不要因此就胡乱的选择，这是对自己对别人的严重不负责。从某个角度来说，有仙骨就表示是神仙转世，那体现在男女身上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呢？小编为你具体讲解。一、神仙转世的男生面相。面相是我们见人的第一印象，它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从面相中可以看出人们的性格喜好和人生运程的变换。有的人甚至为了有个好面相，通过各种偏方甚至整容来调整，可见其重视程度。有的人生来面相就很好，一生过得顺心又发达，有别人几辈子都得不到的好运。那么这样的人面相有怎样的特征？下面就来说一说男神仙转世都有哪些面相特点。一、额头很高。额头在脸部占比位置比较大，从一个人的额头光亮和位置，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感情运势。男子额头位置饱满圆润且额堂高者，他们是很重感情的人，热情而认真，在青年时候受尽异性崇拜，桃花运很好，在婚后对自己的妻儿非常好，日后的婚姻生活也会很幸福。他们需要注意的是自身的健康问题，虽然他们这是神仙面相，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但容易使自己受病痛困扰，易得三高，应引起重视。二、眉毛高扬较为浓密。眉毛浓密的男人很多，但若是眉毛整体向上扬起且较为浓密的，那是男神仙转世的面相。这样的长相注定不同寻常，他们往往性格沉稳，做事情很有追求，可以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家人，喜欢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但这样的人也比较强势，他们决定了的事，很少有人能劝他们改变。在和家人发生冲突时不懂得退让，有很大的弊端。三、眼睛修长且有神。眼睛是看一个人面相最为直观的地方。若一个男子眼睛修长而且很有神气，那是聪慧、洞悉事物敏锐的代表。这样的男人往往很狡猾，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独到的想法，让周围人无法理解，但他们的事业还是爱情都很成功，好像在命理中有人帮助一般。总的来说，眼睛修长又有神，也有不少人说这是男神仙转世的面相，如果碰到了，应该好好珍惜。四、嘴唇饱满且长。神仙转世的男子嘴巴一般都较大，唇部饱满且外形清晰，他们这样的人算是很有福气的人，生下来有上一辈人留下的丰厚的家财，过得比别的孩子过得轻松。唇部丰满的男子通常性格很冷静，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但是不太善于表达，在工作后受领导赏识，一路升官进财，而且他们的长相很旺妻，两人只要配合得好，日后的生活会一帆风顺。二、神仙转世的女生面相。很多人生来家里财富就很多，可以保他们一生都过得衣食无忧，有着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好像是神仙转世，一生都很顺遂，且会给周边人带来好运。他们这样的人做什么事运气都很好，天性友好，喜欢帮助他人。那么这样神仙转世的女生面相有什么特征？下面一起来看看。一、耳垂柔软且较厚。女生的耳垂柔软，外弓中正且又厚又大者是财运很好的象征。他们这种人从小就很聪慧，受家人朋友喜爱，一直过得很快乐。在工作后勤恳地做事，行动力强，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事业线发展很好。要注意的是，在忙于自己工作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的感情问题。他们的情运是很好的，但要认真辨认是不是好桃花。他们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很不错，而且帮助他人，所以身边人也能跟着沾光，是神仙转世的面相。二、鼻梁挺拔有光泽。鼻子是看一个人财运的关键，财富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女子的鼻梁挺拔，而且周围没有杂纹，鼻尖有光泽，是旺夫又招财的代表。但是要注意，他们的鼻翼周围没有痣才好。这样的人，特别是从商的，他们事业发展会比常人顺利，
自己创业或是进公司上班有伯乐赏识，上升较快，并且能够帮助他们的丈夫家人出谋划策，是旺运招财的面相。3. 唇部饱满而红润，女子的唇形饱满有肉，而且色泽红润，是面相幸运的代表。我们现在人都追求嘴巴长得巧巧而饱软，这样的唇形较为好看，但其实相较之下，唇部丰满的人人生运程更为顺利。这里说的唇部丰满不单是嘴唇很厚，而是唇部中间饱满有肉，嘴型不大，但上下唇比例刚好，且呈红润状态。这种面相的女子感情线很好，自信且热情友好，她们很旺夫，对丈夫的事业大有帮助，和另一半非常恩爱，是享福的命数。4. 额头较宽且没有褶皱，额头很宽且光亮，没有褶皱的女子，这是神仙转世的面相。这样的女子，她们性格很要强，对自己做什么事都是高要求，因此会过得很辛苦，但是受到众人敬仰，名声很好。他们的感情道路前期发展有些挫折，太过要强，受男人冷落。他们虽然结婚较晚，但婚后很是幸福，和丈夫配合的好日子越过越顺遂。总的来说，这是很好的面相，是女神仙转世的代表。面相三庭12宫位侧一生吉凶。谈起相学，很多人以为只有长相和面相，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中国的相学博大精深，从身体的每一部分，以至坐姿、声音、识相、气息、神态，通通皆有论述。当然经过千年的流传，其中自有无用之处，但仍有不少值得后世流传及学习的地方。相学把人的躯体分为3个部分，合称三庭。上庭由头顶至颈，中庭由颈至腰，下庭腰至脚底。三庭可看反映一个人的格局高低。人身三庭中，基本上以上长下短为佳，因为腿短者适合文职工作，腿长者则较为劳碌奔波。虽然身长腿短不合现代审美眼光，但若论贵格，还是以腿短者为高。除了躯体，面相也可分为3庭，每一庭均代表不同范围及流年岁数。简述如下：上庭发角至额，代表15至30岁的运程，反映思想；中庭眉至鼻头，代表31至50岁的运程，反映人际关系及财运；下庭人中至下巴，代表51至75岁的运程，反映情欲及晚年。耳朵反映15岁前的运程，但不在三庭之列。面相三庭其实代表着人生3个阶段，即少年运、中年运至晚运。看面相，首看三庭的比例是否均匀，如其中一庭的部位特别差，可推断此人的运势亦会特别反复，甚至有破坏之象。面相的部位众多，但人生中特别重要的部位有13个，这13个部位好比把一个人的面从中间垂直画一直线，分成左右2半，中线上的13个面相部位就称为13通关运。面相以左右对称为佳，若左右不匀，运势也会反复。而划分这13个部位，既能看左右是否对称，也代表人生13个转运的时机，故有通关运之称。每逢13通关运，也是人生一个转折点，以谨慎行事，否则容易出现破败或祸事。13通关运包括天中流年16岁，天庭流年19岁，司空流年22岁，中正流年25岁，印堂流年28岁，山根流年41岁，年上流年44岁，寿上流年45岁，准头流年48岁，人中流年51岁，正口流年60岁，承浆流年61岁，地格流年71岁。第一宫命宫即印堂，看性格是否乐观，心胸是否狭窄，以光滑饱满无破损无痣为吉，如有悬针破印、川子纹为凶，一直纹离乡背景，3支纹运势差。第二宫兄弟宫即眉毛，看和兄弟姐妹的感情，兄弟姐妹的多少，兄弟姐妹的运势。左为兄弟，右为姐妹。女性眉浓，有男人性格，为人粗心，忌淡眉短，一字眉性急冲动。
第3宫田宅宫即眉与眼之间，看一个人的居住情况与家庭缘分、继承遗产的多少，以1指到1指半为标准，有破损有恶痣，家里会漏水。第4宫妻妾宫即眼尾，是男人看婚姻状况，女人以鼻子无夫宫。生得饱满亮，会有漂亮的妻子，会有贤惠的妻子；生得过分饱满，妻妾会多。眼尾有青筋克妻，有破损恶纹乱纹，妻子身体状况不佳。第5宫子女宫男女宫即卧蚕，婚前看男女关系，婚后看子女情况，左边看儿子，右边看女儿。出现青蓝色，婚前男女感情出现障碍，有泪痣，子女身体状况不佳。卧蚕有网纹的人比较好色。第6宫己厄宫即山根，看一个人的先天的身体素质，看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厄年41至43岁代表心脏，有痣有纹，容易食错药，青筋压鼻梁，无事哭3场。第7宫财帛宫即鼻头，看一个人的财运。女性同时也为夫星，鼻头原有正财运，鼻头有恶痣会破财，鼻头漏不会处理财物，久遭笔破财，眉头出现暗疮短期内会破财。来龙有纹辛苦赚钱，准头有肉内心无毒，准头尖有纹心术不正。第8宫奴仆宫即下巴，看一个人的下属，嘴角凹陷有纹痣疤，工人仆人强过老板。第9宫迁移宫即山陵，看一个人的走动情况，出国运，出现青黑色不宜出门。第10宫官禄宫即天庭，主事业运，官禄宫生得亮饱满，宜在政府工作，宜做大官。官禄宫下陷，官运多波折，官禄宫凹陷即有痣疤痕乱纹，不宜在大机构工作，宜在小公司工作或自己创业。第11宫父母宫即日月角，看父母情况，生得饱满亮和父母关系好，凹陷即有纹痣疤，容易父母不全。小朋友日月角代表父母运。第12宫福德宫即眉尾部分，代表精神状态，饱满为人乐观。福德宫凹陷为人悲观，自信心不足，出现青黑色，运势不好。面相揭秘，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是真的吗？多懂点没坏处。颧骨在相术中又叫做中府或中二府，由颧骨颧弓组成，合称颧骨。颧者权也，古人有云：颧广青云，威权必重。意思说的是颧骨高且宽的人争强好胜，自主意识强，能够把握权力。相术中认为，男人如果颧骨高就会大富大贵，可高颧骨到了女人这儿就成了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就让很多人困惑了，为什么明明大家都是高颧骨，但为什么高颧骨的女人就成了杀夫不用刀了？这得从古人的社会家庭模式说起。在中国封建社会，遵循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丈夫需在外耕种养家，女子就得留在家中纺织相夫教子。所以这样的家庭结构中，男性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个家庭单位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占从属地位。由此模式还发展出了女子3从4德的道德规训。3从是未嫁从父，继嫁从夫，夫死从子。4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由3从可见，封建社会是要求女人在家从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从面相学上讲，面相学认为高颧骨的女性个性强，多半是强势的人。面对外表显得强壮的女性时，很多人会觉得和这种女性结婚一定不妙。所以当人们发现一位个性比较强的女性，同时又是颧骨高的话，就让很多人更相信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句话了。试想，在以男人为顶梁柱的古代家庭中，女性的性格强势，对丈夫没有俯首低眉，这是有违社会纲常的。是故一山不容二虎，势必闹得家无宁日，鸡犬不宁，这样是不利于家庭和谐的。所以这类女性就被扣上了克夫的帽子。那为什么颧骨高就和性格强势联系在一起了呢？中医解释道，小肠经循行经过颧骨，小肠
经在中医里归属于太阳，颧骨高一般阳气特别足。然而阴阳五行理论认为，男人代表阳，女人代表阴，所以颧骨高的男性代表阳气足，所以能成大事。而颧骨高的女性阳气太盛，对立身之本的阴气有所冲撞，所以她们强势心高气傲，往往对生活有更多的追求，对稳定的家庭生活是不利的。二，那古代人偏好的女性形象是怎样的呢？我们从现在的影视剧中可以看出，尤其是盛唐时期，她们大多珠颜玉润，双眼清澈美丽，脸部轮廓流畅，是整体丰满的圆脸。这样的脸往往是带有温柔感，即女性化的脸。在这种审美语境下，又发展出了正式脸和偏式脸。正式脸相对方正，有未来祖母的威严感，而偏式脸下巴相对较尖，眼睛上挑，较魅惑。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很符合封建时代的审美，林黛玉这种长相往往红颜薄命。相书认为下巴尖削，晚年运较差，易受病痛折磨。到现在，这种封建时代的审美还是有一部分市场的。不信你看看隔壁韩国选美小姐的照片就知道了，20位美人，你们是要小编做连连看吗？这种极度女性化流畅的脸，无论从哪个侧面都是看不见颧骨的。它更多的意味着女性皮肤白皙，看起来年轻有活力，身材苗条，其实并不是骨骼发育成熟的一张脸，表现出了男性凝视下的功能型特征。与之相反的，方整有角的下巴而颧骨突出，显得刚硬的脸孔乃是男性脸。如果高颧骨的女性呈现出男性的脸孔，则容易太过阳刚，是巾帼不让须眉之象，与封建审美背道而驰，出现克夫这种污名化处理也是意料之中。3，那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种说法放在今天可信吗？小编表示当然不可信啊。从家庭关系讲，在前文小编已经讲过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原因及小农经济适配的男耕女织模式，将女性桎梏在家庭中且处于从属地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耕女织早就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女人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了劳动权，从相夫教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女性也可以过上自主且独立的生活，这势必会让审美更加多元化。刘嘉玲、张曼玉、钟楚红等高颧骨女星代表了当代大众审美的多元化。从中西审美差异讲，西方人以面部凹凸有序为美，即以高鼻梁、高颧骨、深眼窝组合成的轮廓明显的五官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因此很多西方美女因具有高高的颧骨而倍感自豪。在西方，人们偏好错落有致的颧骨，如果颧骨低了还会去隆颧。你看西方人喜欢的东方模特无一例外都是高颧骨的。中国超模刘雯、何穗、曲巧文都是统一的高颧骨细长眼。所以女性颧骨高会克夫的话，那欧美人普遍都克夫，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4，最后小编想说，审美其实是带政治经济属性的，时代不同，审美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去追逐去取悦其实并不明智。被上一轮锥子脸审美风潮荼毒的人还历历在目，所以更多的专注于内外兼修，将时间、金钱花在有价值的事上才更有意义。今天就讲述到这里，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下期再见。